从这个单元这个 part， 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在 time domain 我们做 convolution 之后，那我们知道说在 z domain 我们是做它们个别的 z 转换做相乘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在它 time domain convolution 的结果，我们势必要在 z 转换，我们必须把它的 z 转换结果做一个 inverse 这样的动作。所以在这个 part 里面，我们要介绍一些常用的一些方法，如何将 z domain 的结果再透过 inverse 的运算来计算 time domain 的结果。好，那至于它的计算方式，它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这个 part。在这个 part， 我们介绍几种反 z 转换。那我们知道反 z 转换有几种方法，第一种就是我们直接透过复变积分法来计算，那或是说我们在这个 part 我们要介绍多项式级数展开法，或是我们用部分分式法。那这三个方法基本上，第一种方法是比较麻烦，因为我们要知道如何做复变积分。那第二种方法是比较简单，那第三种方法是比较刚好在介于之中。在这个 part 当中，我们只介绍后面两种方法，因为第一种复变积分法需要复变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基础才可以来做，所以我们基本上介绍后面两种。那第一种是多项式级数展开法，它的想法就是说，我的 h of z 可以表示成一个有理的 z 转换。那它的问题在于说，我们经过反 z 转换之后，我们要得到怎么样的东西呢？那我们这边有个想法是说，我们是否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z 的多项式，把这个有理的 z 转换，好，把它变成一个 z 的多项式，然后透过 z 的多项式，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透过我们的系数，好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 inverse z 是什么，就可以得到 h of z。好，那这边有个方法一，就是说我们上面的例子，我们的除式跟被除式，那被除式当然就是1嘛，那除式我们这边写成1减掉 1.5 的 z 负1次方加 0.5 z 的负2次方，也就是说我们除出来的结果是1加上 1.5 z 的负1等等等下去。那经过 z 的 inverse 计算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从它的系数看到说 h of z 就是1、3/2、7/4等等等。好，所以这个数列基本上它是因果的一个信号，因为我们所算出来的这个 z 的多项式除出来的结果，它 z 都是负的指数次方，所以它的 inverse z 基本上是一个因果信号。那这边提到说，我们这边要小心说，我们这边方法2跟方法1有点不一样，是说我们在方法2上面，我们的除式跟方法1是不一样的，它都是这三个项，但是它的顺序不同。从方法1，它一开始是1减掉 1.5 z 的负1加 0.5 的 z 的负2，但是在方法2，它刚好顺序颠倒过来，变成 0.5 z 的负2减掉 1.5 z 的负1加1。好，它做一个顺序的颠倒。一旦做顺序的颠倒之后，它会发现到说，它除出来结果变成2的 z 的平方加6 z 的3次方等等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同样的除式，但是顺序不一样，会除出不同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直接把结果用系数来对照，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这个 s of n 我们的时域讯号是什么。那这时候发现说，这个信号是个反因果信号。好，因为它除出来都是 z 的正的指数是正的指数项。好，那我们知道正的指数项，它只会对应到当 n 是负的时候才会有值嘛，所以变成一个反因果信号。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种方法是部分分式法。那部分分式法它的想法就是说，我把 h of z 拆成好几项，那分别将每一项做一个 inverse z，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反 z 运算。好，那至于怎么拆呢？我们这边有几个步骤。首先，第一步骤我们必须把这个 h of z 写成一个有理的 z 转换。好，那当写下这有理的 z 转换之后，我们第二步骤就将这个有理的 z 转换，我们必须把它画成一个 proper。所以这边 proper 的意思就是说，分母的这个 n， 好，分母这个 z 的power n 必须大于分子的 power m。好，如果 n 小于 m， 就是叫 improper。如果遇到 improper 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就必须做个长除法，让除出来这个 b prime 怎么样，跟 a prime 它们之间关系是 proper。
好，这边有个例子是说，假设我的 h of z 是长这样，好，是这个式子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它分子部分 m 是多少 ？m 是3嘛，那 n 是2，好，那 m 是3，n 是2，那代表是说它是 improper， 所以我们就透过一个常除法，好，除出它的这个除式就是1加2，除出来它的商就是1加2的 z 的负一次方，好，加后面那一项。那我们知道后面那一项它就是一个 proper。好，所以1加2的 z 负一次方，我们可以很快的透过 inverse z， 因为我们知道直接对应系数，就可以知道它反 z 转换是多少。好，所以当我们遇到 improper 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做一个常除法。那最后剩下的结果 b prime 跟 a prime 这个有理的 z， 好，有理的 z 函数，我们可以再来用部分分式法，用在这个有理的，用在这个 proper 的这个有理的 z 函数上面。好，接下来 Step 3怎么做呢？步骤3就是说，当我们这个 h of z 已经是个 proper 的有理的 z 转换的时候，我们把分子分母上下都乘上 z 的 n 次方，目的是让分子分母的 z 的指数都变成正的。好，所以步骤4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式子，好，因为它已经乘上 z 的 n 次方。步骤5呢，我们将我们左边的 h of z 怎么样除上一个 z， 好，所以除上一个 z， 也就是说把等号右边的 z 减掉1，好，把右边的分子部分 z 的指数次方减掉1。好，那步骤6呢，我们接下来把这个 h of z 除上 z， 把它拆解成很多项相加。那至于怎么拆呢？就是说我们现在介绍，它这边有一些方式。好，那步骤7呢？当我们如果可以拆成这样的几个方式之后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它 h of z 再把它等号左边那一项分母的 z 再乘回等号右边，也就变成等号右边变成 a1 的 z 除上 z 减 p1， 然后加上 a2 z 除上 z 减 p2， 一直下去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所以我们知道步骤8，把这个每一项经过 z 反转换之后，就可以得到说，举例子来说，第一项 a1 z 除上 z 的 p1 的话，它的反 z 运算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知道差标法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a1 乘上 p1 n 次方 un 这样一个时域讯号。好，第二项也可以对应回去。好，记住这边，如果这个信号它在时域是因果的话，我们是得到这个讯号；如果这信号在时域讯号如果是非因果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就用步骤9。得到这个非因果的反因果的信号，反因果讯号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知道在 z 转换，我们谈到它的表示方式一样，只是说你要提到 ROC， 那这边其实我们没看到 ROC 嘛，所以要看说他问你是说在时域上，如果它是因果的话，我们就转成步骤8；如果是反因果，就转成步骤9这样的答案。好，所以各位从步骤6就知道说为什么。步骤6跟步骤7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步骤6要等号左边要除上一个 z， 目的是我们在步骤7的时候 z 可以乘回去，让它变成一个 z 除上 z 减 p 这样的一个格式，这样就可以透过一个直接反 z 运算得到像这样的一个p1 n 次方 un 这样的一个时域讯号，这样的对应。好，那这边来看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这边有个 h of z 长这样，那同时我们分子分母。我们乘上 z 的平方得到这个式子。好，那这边注意，因为我们现在把等号右边的一个 z 除下来，一个 z 除下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嘛 ，z 除上 z 的平方减 1.5z 加 0.5，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一项划成2个部分。那现在问题是说，我们 a1 跟 a2 是多少？我们要把这2个系数求出来。好，求这2个系数，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怎么样？我们把这个等号右边，我们做一个联立方程式，就可以解说 a1、a2 分别是多少。好，解出来 a1 是2，a2 是-1。好，这东西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解联立方程式。那这边跟各位同学讲一个小技巧，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东西拆成2项，那分别要求它 a1、a2 的系数。那这边 a1 的系数基本上是怎么样？是将我们的 h of z 除上 z 乘上 z 的 z 减 p1， 好，再将 z 带 p1。为什么呢？各位可以看说。我如果 h of z 除上 z 乘上 z 减 p1 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分母约掉？分母约掉之后，等于说它基本上因为 h of z 除上 z 是2项相加嘛，那乘上 z 减 p1 的时候，就可以把那个 a1 除上 z 减 p1 的分母约掉。
好，然后接下来再把 z 用 p1 代，所以第二项 a2 除上 z 减 p2 再乘上 z 减 p1， 这时候 z 用 p1 代，这一项就变成0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就可以得到 a1。那 a2 用同样的概念可以来计算出 a1、a2。那这只是个小技巧，如果各位同学对这部分不是很熟悉，我想你可以就直接用联立方程式来解，也是无妨。好，那接下来等到我们得到这个 a1、a2 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直接来计算，因为我们知道说1除上 a，1除上1减 a 的 z 负1次方，就是它的反 z 运算是这两个式子。好，端看它是要问时域是因果还是反因果。如果今天 ROC 是说它是 z 的绝对值小于 0.5， 因为我们知道 ROC 在圆圈里面就是反因果嘛，所以对这两项来讲，它都是反因果，对不对？所以反因果转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两项相加。那 case 2呢？所以这两个是反因果。那 case 2如果 ROC 是大于1，对这两项来讲，它都是因果嘛，所以我们这两项算出来结果都是因果，把它转回去。那如果对 case C 呢？一个对 0.5 这一项来讲，它是在圆圈的外面；那对1来讲，圆圈里面。所以对 0.5 这一项呢是因果，啊，对1这一项呢是反因果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在时域讯号的结果。好，我想这边就是这个例子，透过 ROC 来界定它到底时域是因果还是反因果。各位同学，在这一个 part 我们学到如何我们来计算反 z 运算。然后这边我们介绍了2种方法，一种是用多项式展开法，另外一种是用部分分式法。我想多项式展开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常数法的一个做法，只是这时候要注意到说我们的除式它的顺序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它除出来结果是不一样。好，所以要看你题目问是说我们这个反 z 转换它时域讯号它是因果还是反因果的信号。好，会根据你的这个除式，它的这个顺序会有关系。那接下来的方法是介绍部分分式法，它主要概念是将我们的 z 转换的结果拆成很多项，那分别对每一项做反 z 转换。那这边我们列出了一些步骤啊，最后也跟各位说明说，我们如果根据我们 ROC 的范围来决定说，我们从部分分式法所转出来的信号。哪一项应该转成胎头面应该是怎么样的结果？好，在刚才的步骤1到步骤9都有做说明。好，所以这边然后也介绍了一些比较快速的一些技巧来计算它的系数。好，我想在这个 part 我们介绍了比较常用的反 z 运算。那下个单元我们要介绍我们如何用 z 转换来分析我们这个系统的稳定性。